匍匐于玉台之前，那条像死鱼一样的影子忽然动了，他就那样飘了起来，白衣凌风，唇角淌血，极其毒辣的一剑向着陛下的咽喉刺了过去，一刺落空，这本是理所当然之事。影子的面色苍白，混着血水吐出一个字来：退。当他递出最后的那一剑时，他的人就已经向后急速飘退而去。第一剑没有能够杀死皇帝陛下，那么今天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虽然影子一心想替惨遭千刀万剐的陈萍萍报仇，然而他终究是一位刺客，今日入宫行刺的4个当中，就算他眼光最为毒辣，心境最为平稳，一击不中自然要飘然而退。他只是担心那2个身受重伤的年轻高手依然舍生忘死地与皇帝陛下缠斗，所以才喊了那一声。这一个字的声音还没有落下，已经变成一片狼藉的太极殿内3个身影呼啸破空，向着殿外奔去。受伤最轻的海棠朵朵落在了最后方，花布棉袄一展，化作一片花影，绽放在殿内幽暗的空间内。花朵消失的那一刻，3名9品上强者也从太极殿内消失。皇帝陛下依然沉默地站在玉台之上，令人异常吃惊的没有追击。先前至强至刚领域一出，那3位强者身受重伤，再也无法回复。此时逃离大殿已经是强弩之末，若皇帝此时出手，想必会很轻易地杀死这3个人。皇帝陛下没有动，他只是静静地低下了头，摊开了双手，感受着脖颈处传来的那丝寒意痛意，看着胸前被割开的血肉，渗出明黄龙袍的血渍，还有大腿根部的那记血洞。清晰的痛楚从3处传入他的脑中，让这位强大的皇帝陛下有些发怔。朕已经有多久没有受过伤了？便是3年前在大东山上面对着苦河与四顾剑时，朕损耗的也只是蕴养一生的浩瀚真气和无上的精神气势。可是今日面对区区几个年轻人，朕竟然受伤了。皇帝伸出左手在胸襟上抹了一把，看着洁白手掌上的血水，微微皱眉，难以自抑地感到了疲惫，第一次在内心质问自己：莫非朕真的老了？他的眼眸里闪过一丝令人心悸的寒意。今日出手的4个人他都很清楚，安之自然不用多提，这小子居然能在今日逼出离体剑气来，天分勤勉，果然了得。而影子一直追随那条老狗，却一直在皇帝存在的空间里藏匿着存在，天下第一刺客，果然了得。至于苦河与四顾剑的那2名关门弟子，皇帝陛下也并不陌生。他虽然没有见过海棠朵朵，但对这名北齐圣女却是了然于心，知道她与范闲之间的关系。陛下当年甚至动过让范闲娶了这个女人的念头。王13郎当年在大东山上的那一幕，让皇帝陛下牢记于心，欣赏有加。除了影子之外，如此出色的3名年轻人，毫无疑问将会是将来这个天下最了不起的人物。今日其次皇帝虽然败了，却依然败得如此轰轰烈烈，由不得皇帝不欣赏，不生杀意。皇帝缓步走出幽静的太极殿，一步一步地行走，缓缓地梳理着体内已经开始有不稳之际的霸道真气，面色冷漠，双眸异常冷寒，静静地看着皇城正方已经被范闲数人成功打开的宫门。他不关心范闲他们是怎么能够在禁军和侍卫的眼皮子底下打开了宫门，也不担心这些他骨子里的刺以年轻骄傲提醒他的衰老的敌人们会不会就此消失在人海里。全数杀了。皇帝平静地开口吩咐道，就像是叙述一件家常事，便这样自信而冷酷地定了伏使逃出皇宫的那几名年轻强者的生死。然后他从刚刚来到殿门口的姚太监手里接过一件全新的干净的龙袍，开始换衣。影子退得最快，他在雪地里一把抓起陷入半昏迷之中的范闲，闷哼一声，生生逼下体内涌上来的那口鲜血，如一只鸟儿般诡秘无比地向着宫门的方向飘去。
在他的身后，王十三郎姿势怪异地跟在后面，而已经脱了那身花布棉袄，身着素色单衣的海棠朵朵则是面色平静地跟在最后方。此时4人都受了或轻或重的伤，想要翻越宫墙已经成了难以完成的任务，只有向着宫门处闯去。然而谁都知道，太极殿正对的宫门乃是整座皇城防守最为森严的所在，可是影子冷漠地闯了过去，依然没有一丝犹豫。这不只是因为范闲的交代，更因为他是东夷城的人，他知道剑炉里最多的是什么。先前北齐人使出的撒手锏是皇城一处角楼里的守城巨弩，当那声闷声响起，皇城的禁军侍卫们终于知道今天皇宫里来了刺客。然而太极殿内外雪中的那场拼死搏斗开始的太快，结束的太快。当那4位强者身影冲向宫门时，禁军内一部分高手正在向着皇城角楼处汇合，而留在宫门处的禁军只刚刚组织好阵势，像一张大网一样。然而这张大网初出之城，便被凌天而起的剑光撕碎。4道冲天而起的凌厉剑光不知从何处生出，将宫门处的禁军阵搅得一片大乱，残肢乱飞，鲜血狂溅，惨呼大作。东夷城剑炉13仆，除却范闲派在江南保护苏文茂和夏齐飞的数人，除了留在东夷城定军心的几个人，一共来了4名9品剑客。没有人知道这些9品剑客是怎样暗中潜入皇宫的，但人们知道剑炉弟子以杀意惊天下，以9品之境行暗杀之事，整个天下除了监察院影子执掌的6处之外，没有哪方势力能够抵抗。只不过一瞬间，反应不及的禁军便被杀得大乱，沉重的宫门也被拉开了一道缝隙。在禁军将领和侍卫班直愤怒的嚎叫声中，4名剑炉弟子冷漠地控住了幽深的宫门长道，生生杀出了一道极小的空间，护持着自雪地中自太极殿方向逃遁而来的范闲4人，像一缕缕幽魂一样闪出了宫门缝隙，奔向了白茫茫一片无比冷清宽宏的皇城前广场。范闲受了皇帝陛下一指，十指尽碎，体内被那道强悍的霸道真气侵伐着。若不是他体内的经脉异于常人，修行的又是与庆帝同治同性的真气，只怕在那重若东山的一指下，他整个人就会被点爆。可纵使他活了下来，依然感觉到了经脉已经生出了无数破口，他的身体内外就像有无数道烙红了的细铁丝正在体内游动着。他的心境痴痴作响，那种难以承抑的痛楚刺入他的脑海之中，人类自保的本能让他极易在这等强烈的痛楚中昏迷过去。然而范闲不能昏迷，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没有活着逃出皇宫。他有些模糊的视线早就看见了那几名剑炉弟子释出的清冽暴力剑意，眉头痛苦地皱了皱，因为这些剑炉弟子不是他安排的，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把剑炉拖进这滩浑水之中。